陈若秋一愣，看了看高位上明显不悦的老夫人，勉强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可小五掉进池塘也实在太不小心了。身边的几个丫头是怎么照顾人的？大哥大嫂不在身边，便如此奴大欺主了吗？依婶婶看，还是将这几个丫头换掉的好。”任婉云扑哧一声笑出来，陈若秋有些恼怒地看了她一眼。任婉云嘴角挂上一丝了然冷笑，自己这个弟妹看上去知书达理的，心却精明得很。这样的话，也就骗骗沈庙那个傻子，大约是想把沈庙身边的人换掉。如今沈月也到了该留意人家的年龄，京城里无论沈庙蠢笨怯懦的名声有多远，地位上沈月却不如沈庙，毕竟沈信手中还握着兵权。三房到底也是蠢蠢欲动了。沈庙低下头，三婶为什么要换掉谷雨他们？都是爹和娘留给五娘的人，如今西院的人换了许多，前几日那批二等丫鬟五娘都一个不认识，再把谷雨几个换掉，西院里五娘都不知道找谁说话了。任婉云的笑容戛然而止。西院里沈信夫妇常年不在京城，院里的丫头小厮几乎都被换了个精光，里头有老夫人的人，二房的人，三房的人，不过因为是二房长家，自然是二房的人多一些。这话不说还好，若是传到外人耳中，大房女儿在自家院子里一个奴仆都不认识，二房和三房能安什么好心？断没有妯娌插手到大哥院子里的道理。他脑子转得飞快，笑着瞪了一眼陈若秋，对沈庙道：“你三婶是在跟你说笑呢？谷雨几个丫头不过是粗心马虎罢了，咱们沈家心底人善，做不来这种不近人情的事。小五也莫急。”话里到了最后还是呛了陈若秋一句。沈元柏看着自己母亲，又看了看陈若秋，打了个呵欠。沈老夫人正对自己二媳妇和三媳妇之间的唇枪舌战有些不耐烦，见此情景，便道：“成了，不过是些琐碎杂事，老二家的，把七哥抱过来，都散了吧。这么多人，吵得头晕脑胀。”任婉云忙把沈元柏抱到沈老夫人榻上，道：“娘，那媳妇们就先下去了，七哥和老夫人玩耍要乖乖的。”陈若秋看了一眼沈元柏，双手抚上自己的小腹，慢慢走出了荣景堂。二房有个儿子，便得了沈老夫人高看，自己再有本事又如何？沈月到底是个女儿，要是有个儿子就好了。沈府里大房的东西迟早要争过来，若有个儿子，至少能平分秋色，不像现在平白便宜了二房。而且大房还有个嫡子呢，虽然跟着沈信在边关，可谁知道会不会回来分一杯羹？想着想着，陈若秋抬起头，目光落在往西院方向去的几人身上。少女穿着深红色的锦绣长衣，她历来爱穿些艳嫩的色彩，加之没有父母在身边，不会打扮，总会流露出土里土气的感觉。而现在深红将她肤色衬托得更加白皙，分明还是那个容貌，却觉得陈素了不少，甚至有些威严。谷雨小声道：“姑娘身子还未大好，何必急急忙忙去广文馆？已经说明了病情，功课也不急于一时，还是不行。”沈庙打断她的话，立刻备车，分明没有说重话，可不知道为什么谷雨打了个寒战，竟然什么都不敢多问了。广文馆是定京的学堂，名齐达官贵人们常常把自己低个姑娘们送进广文馆。广文馆的先生们都是名震四房的大儒或者才子，年轻的勋贵子女都以能入广文馆为荣。沈庙也是在广文馆学习的，可惜沈信和沈夫人都是武将世家，大哥沈秋更是一遇到念书就头疼的主。沈庙自小养在沈老夫人身边，沈老夫人是个歌女，大字不识一个。沈庙的启蒙还是沈三夫人陈若秋教的。陈若秋出自书香世家，可当初教沈庙的尽是晦涩难懂的课本，孩子家本就玩心重，教来教去，到教沈庙彻底厌恶了读书写字。陈若秋见沈庙不喜欢读书，也从不勉强，教他讲究吃穿用度，过得十足的娇小姐生活。后来到了年纪去了广文馆，沈庙怎么都跟不上先生讲课的知识，比国一的学生还不如，后来变成了垫底的了。一来二去，沈庙就更不喜欢念书，也成了定京了出了名的无知蠢笨。沈家的三位嫡出姑娘中，沈月最是才名远播，琴棋书画样样都会，无一不精。沈清虽然没有沈月那般出众，却也做得不错，尤其是绣的一手好女工，还有书算类也是拔得头筹。作为日后嫁入人家成为主母的人来说，书算越好，越能得到婆家的欢心，所以沈清也能得到一个能干的名头。沈月和沈清越是出众，沈庙就越显得一无所长，甚至连大房所出的庶女沈东陵都不如。马车上，惊蛰问姑娘怎么不和大姑娘二姑娘同行了？平日里沈庙总是要和沈清沈月同乘一辆马车的。沈庙是觉得有自家姐妹陪着有胆量，而沈月和沈清大约是因为有个蠢笨的妹妹衬托，他们自然会显得更优秀吧。可如今沈庙连虚与委蛇都不想了，本就不是一个屋檐下的人，走的路也是南辕北辙，哪里有同行之说？惊蛰吐了吐舌头，不知道为什么自家姑娘说的话越来越让他听不懂了。不过他觉得这样挺好。沈庙的性子一直都过于懦弱，万事都被二房三房拿捏着做主，如今落水了一回，倒像是有了自己的主意，这样才对。大房正经的嫡女，论起身份地位来比谁矮了不是，哪就能跟个丫鬟一样。另一辆马车里，沈月撩起帘子偷偷看了看后面，轻声道：大姐姐，五妹妹跟在后面呢，她是故意在跟我使性子。沈清冷哼一声，在沈月面前，她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沈庙的轻视，随她去，反正最后丢脸的也不是我。沈月担忧道：
可是他本就受了风寒，况且定王殿下这件事又……沈月，沈清道，你心里如何想的，我会不知道，就别在这装什么好人了。你若真在意心疼他，你去坐他那辆马车呀，何必与我这边说道？沈月咬了咬嘴唇，低下头去，没有再说话了。却说马车行驶了小半个时辰，终于到了广文馆。时辰还尚早，先生还没开始起课，国二的学生们来得七七八八，在学堂里坐着说话。沈月和沈清刚到，立刻就有女孩子热络地招呼他们。广文堂里，女子中沈月才名第一，生得美，性情又谦逊温柔，自然是受到众人追捧。沈清虽然不及沈月才学出众，可做事能干，处事又圆滑，贵女圈们也很喜欢她。一名粉衣少女道：月娘，今日怎么不见沈庙？平日里沈庙便如一个丫鬟似的跟在沈月和沈清身边，今日不见人，确实有些奇怪，怕是没脸来了吧？说这话的少女长相娇美，嗓门却是有些大，面上带着些嘲笑的神情。听说偷看定王殿下掉到水里去了，是风寒还没好，还是没脸见人啊？佩兰，不是那样的。沈月摇头，你就是太护着你妹妹了。依佩兰道，那样一个蠢笨的人，根本就不像你们沈家出来的姑娘，你还时时刻刻护着。不过她也真让人大开眼界了，平日里看着怯怯懦懦，一遇到定王殿下却是十足勇敢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蓬门小户教出的没教养的姑娘。这话便说的有些重了。沈清闻言笑道，五妹妹只是一时顽劣罢了，我看是因为沈将军和沈夫人不在身边教养吧。另一名梳着堕马髻的少女道，疏于管教，自然连姑娘家知道的礼义廉耻都不知道。彩轩这话说的不对。沈月轻轻柔柔的开口，虽然大伯父和大伯父不在定京，可五妹妹也是常养在祖母身边的，我娘和二婶也时时教导，并不曾疏于管教。言外之意就是全是沈庙天生不知廉耻了。果然，沈月这番话一出来，依佩兰就道，真奇怪，同是一家教养出来的，月娘亲娘，你们和沈庙可真是天壤之别。这大概就是先生所说的烂泥扶不上墙吧。他说着说着就咯咯咯地笑起来，这边本就围着一圈贵女，俱是笑了起来，连些少年郎都忍不住侧目。下一刻便听得有人喊道，看，沈庙来了！众人都抱着看好戏的心情往门口看去，便见门口处缓缓走来一名少女，穿着深红色挑丝双科云燕装，外头披着一件深蓝缎绣披风。这样的颜色对于女子来说未免过于老成，尤其是沈庙生的又圆糯，一不小心便会像个偷穿了长辈衣裳的小孩。她脚步很慢，裙角纹丝不动，一步一步走的虽然轻却极有分量，说不出是为什么，便觉得无端有种雍容大气的感觉，而下巴微微抬着，眉目间自是波澜不惊。于是那如幼犬一般的眸子便也成了深不见底的潭，所有的力量都孕于其中，仿佛收了爪牙的猛兽。五官依旧讨喜，因为圆糯而显得可爱，如今却找不到一丝蠢笨的痕迹，因为还未长开，配合端庄的仪态，却意外的并不违和，不像是个少女，倒像是那些身居高位的贵夫人，又或者府上当家做主的父亲杀伐果断的模样。学堂渐渐安静下来，沈庙是什么样子的？问起广文馆的学子们，无论是国一、国二亦或是国三，他都是知晓的。无他，蠢笨怯懦，偏还要做真敬贤德的模样，容貌也无甚特别，气质亦不出众，才学无一精通，还是个花痴，痴恋定王满定京城都知道。所以若说是广文馆最出众的女子是谁，自然是沈月；若说最笔漏的女子是谁，自然是沈庙。同是沈家女，形象却截然不同，偏偏众人还习惯了沈月身边那个丫鬟一般的沈庙。有一日沈庙变得不像是沈庙的时候，众人便有些不习惯了。易佩兰推了推沈月，月娘，你妹妹莫非是病糊涂了？今日怎么像换了个人般？沈月看着沈庙，心中也有些不解，好似从落水醒来后，沈庙的性情便变了不少，莫非是定王之事受了太大打击？他刚想说话，身边的好友江彩轩便开了口，沈庙，听说你落水了，怎么现在风寒已经好了吗？这话这么摆在明面上说出来，着实让人难堪。若是往常的沈庙，定会不知所措地看向沈月，请求沈月帮自己说话，可今日他只是轻飘飘地看了一眼江彩轩，淡淡道，好了，多谢关怀。江彩轩一愣，学堂的所有人都跟着一愣，或许是没料到沈庙会这么不冷不热地对自己。江彩轩觉得沈庙的态度碍眼极了，立刻道，既然风寒好了，第一件是不是给定王殿下道歉？却是来学馆，不觉得本末倒置了吗？沈庙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周围的学子无论是少年还是少女，都没有为他说话的意思。他本来就是没有一个朋友的人，而看沈庙出丑，大概是这些贵族子弟们在学馆唯一的乐趣了。扫了一眼神色各异的众人，再看看沈清眼中的幸灾乐祸，沈庙正要出口，便听得沈月道，定王殿下心胸豁达，不会因为这些小事就怪责五妹妹的。五妹妹来学馆，自然是因为求知若渴，是一件好事。什么好事？另一边的少年却是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他暗地里爱慕沈月已经许久了，平日里也十分看不上沈庙，觉得有沈庙这么个妹妹简直是沈月的悲剧。他道，求知若渴，沈月，
你若是想帮这个妹妹，大可不必用这样的说辞，求知若渴，连国一先生的课文都不会念的人，说求知若渴不是太可笑了？况且他恶意地打量了一下沈庙，继续道：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掉下水的？戏文里不都那么演吗？掉入水中，英雄救美，以身相许。不过猜错了结局吧。说完后，自己大约也觉得有趣，放声大笑起来。他是这群少年的头头，这么一说话，周围的少年们也跟着哄笑起来，围着沈月周围的贵女们也觉得好笑。一时间，嘲笑声紧紧围绕着沈庙，落在他身上的目光都是满满的恶意，言语是最伤人的利器。上辈子这样的情景不知道出现过多少次，他习惯了被轻视、被侮辱、被嘲笑，更不愿意主动打破这些固有的概念。最后，沈月和沈清和这些勋贵儿女们统统交好，而他却越来越远离这个圈子。他曾以为这就是最大的不幸，可跟上辈子后来那些悲剧比起来，这些算得了什么？这些少年少女还没有他的婉瑜和傅明大，不过是因为挑拨便势同水火，这些真的就该是他的仇人吗？自然不是的。这些勋贵子女非富即贵，其中不乏世家大族，而世家大族上辈子落得个什么下场，全都被先皇和傅修仪逐一斩草除根。譬如眼前这位嘲笑他的沈月的爱慕者，当今朝凤郎蔡家的大公子蔡林。几年之后，蔡家因卷入一起贪墨案，不照样被抄了家，蔡林也被发配充了军。可怜他爱慕了沈月多年，最后沈月却巴不得与他划清关系。他与这些少年少女并不是敌对的关系，有一部分甚至是站在同一边的，只是这些世家因为皇帝的刻意制衡和挑拨，处在微妙的对立面，彼此之间联系并不紧密，甚至算是有些仇怨，没有必要把同盟变成敌人。上辈子当皇后，沈庙学到了不少东西，不要因为一时意气去树敌，那样太不划算。蔡林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五妹妹？等众人笑够了，沈月才突然开口，五妹妹才不是那样的人。蔡林，沈庙打断了沈月的话，语气平平，没有一丝起伏。谁告诉你我掉下水是因为爱慕定王殿下？这么大喇喇的说出来，本是应该令人感到鄙夷的。可沈庙说这话时的沈清坦然，语气也十足淡漠，竟然让众人一愣。蔡林是这里的小霸王，平日里沈庙见了他话都不敢多说，何时用过这种质问的语气？而且这语气里不自觉的就带了一丝命令般的询问。蔡林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，竟然没有骂出声，反而道：难道不是吗？原来是这样的吗？沈庙自言自语了一句，突然微微笑了，看向沈月和沈清二人：大姐姐、二姐姐，他人不知道便罢了，你们也不知道吗？怎么也不为妹妹辩解一二？沈月和沈清同时怔了怔，突然想起离开前自家母亲的叮嘱，在沈庙落水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要说错话。沈清到底比沈月顾全大局些，立刻道：是的，你们莫要胡说八道，当时我与五妹妹一道的，我亲眼所见，五妹妹不小心滑入水中，那时恰好定王殿下到了，这才撞见，和爱慕完全无关。沈清说的这般笃定，众人虽然不信，却也没有方才那么严肃了。却见沈庙开口道：非是亲眼所见便妄言，广文堂不仅要教习功课，踏实品德也要一并教养。况且爱慕一言，本是美好之词，为何说得如此不堪？我沈庙爱慕一个人，也要爱慕得有尊严。定王殿下天皇贵胄，哪是我能够肖想的？诸位错了，这世上要想一下子改变印象很难。况且他之前痴恋傅修仪的是天下皆知，现在说不爱，怕没有人会相信。但无论如何，划清界限总是要有的。话音未落，便听得一个赞叹的声音响起：好一个爱慕的有尊严！自外头走进来一名年轻男子，约莫20出头的模样，一身青衫落落，生得眉目端正，身材却略显文弱，瞧着却是个坦荡荡的君子模样。他走进来，赞叹道：说得不错，爱慕之心皆有尊严，并非做取消嘲弄之意。广文堂虽是教习功课，德性却也需勤练才是。诸位学子皆是不吭声了。沈庙紧紧盯着那青年。裴郎，广文堂的叔叔先生，德才兼备，是广文堂唯一一个只是秀才之身便能入堂教学的先生。裴秀才性情温和耐心，比起其他严厉的夫子，在学生中更值得尊敬。便是如沈庙这样时时吊书尾的人，裴秀才也从未责骂过，都是一遍一遍耐心讲解。若只是这样的话，这人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先生，品德才学都是万里挑一。可惜沈庙还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，傅修仪最依仗的幕僚。后来傅修仪登基后，封了他做国师。国师裴郎春风得意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作为国师来说，他也的确做得很好。沈庙以为裴郎是一个聪慧又正直的人，可最后废太子的时候，他却什么都没有说。沈庙和裴郎的私交算起来也算不错。当初沈庙去秦国做人质的提议，就是裴郎提出来的。裴郎说，这都是为了明齐的江山着想，若是娘娘此去能解陛下燃眉之急，日后江山万里都有娘娘的福音照庇，天下人都会感激娘娘的恩情。可事实上，当他5年之后回宫时，后宫多了名媒夫人，而这些往日敬他的裴郎的手下们却对他开始有了防备之心。废太子的时候，沈庙甚至跪下来求过裴郎，因为裴郎是傅修仪的亲信，只要裴郎开口，傅修仪一定会听他的意见。可是裴郎却扶起了他，对他道：娘娘，
陛下决定了的事情，微臣也无能为力。裴郎，难道你就这样看着太子被废吗？你明知道废太子之事不可为。他怒极，多多质问，这已是大势所趋。娘娘，认命吧。裴郎叹息着道，认命吧，人怎么能认命呢？若是重来一世，还要认命，岂不是太可悲，太可恨？沈庙目光沉沉地盯着前方的青年，他光明磊落，他见死不救，他性情温和，他也冷酷无情。作为臣子来说，一切为了江山着想，裴郎是一个忠臣，但是只要他站在傅修仪那边，这辈子就注定与他不死不休。现在这个时间，傅修仪应当还没有收服裴秀才，那么是在那之前斩断他们的可能将裴秀才拉到自己身边呢，还是干脆先将他扼杀在摇篮里？裴秀才放下手里的书卷，敏感地察觉到有一道目光正注视着自己，他抬起头，迎上了沈庙意味不明的眼神。沈庙坐的位置比较靠后了，即使是这样，他仍然执拗而端正地看着自己，这种感觉有些奇怪。裴秀才觉得那种目光包含着一种审视与判断，似乎在权衡着什么利弊，评判着什么。再延伸一点，是一种带着一种挑剔的俯视。他动作一顿，想要再看清楚沈庙是什么神情，便见少女捡起桌上的笔，低下头去。裴郎心中一笑，摇了摇头，一个小姑娘怎么会有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情呢？至于判断和审视，那更不可能了。沈庙可是整个广文堂最蠢笨怯懦的呀。与沈庙坐一桌的是个穿着秀菊纹薄袄裙的秀丽少女，神情有些倨傲，见沈庙如此，忍不住露出诧异的眼光，对沈庙认真听课的举动不时侧目。沈庙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呢？上辈子他对书算没兴趣，可后来当了皇后后，刚开始一切根基不稳，后宫维持生活也要精打细算，他这个皇后也要缩减用度，大约亲自做过之后，便觉得书算也不那么难了。后宫中大到与礼仪的开销用度，小到嫔妃的杯子点心，账目多而杂，那些都一看过了。这些书本上的书算又算得了什么？他只不过是想要更加努力地看清楚裴秀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知道对这个人什么样的手法更合适。他这般专注的神情落在身边少女的眼中，已经是觉得十分不同寻常。待书算课结束后，裴秀才走了，沈庙才收回目光，身边少女推了推他，语气中带着惊讶，沈庙，你是不是中邪了？为什么这样说？沈庙问。面前的少女是光禄勋家的嫡女冯安宁，冯家当初也是京城中的勋贵朝臣，冯安宁从小被养成了骄纵的性子，可上辈子冯老爷站错了队，新皇登基被革职后，冯家为了保全这个女儿，只能将她提早的嫁给了远房的一位表哥。之后冯家落败，冯安宁嫁人后却也没得到什么好结局，那位表哥也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。冯安宁进门没1年，养了个外室，儿子都有了，还骂他是冯家留下的包袱。冯安宁哪是能受委屈的脾气，当即就拿了剪子和外室同归于尽了。前生种种，如今看来皆如过眼云烟。再看面前神情高傲的少女，哪能想得到后来的衰败结局？沈庙现在看广文堂的少年少女，就像在看傅明和婉瑜那么大的孩子，倒是难以生出稚气的感觉。除了像沈清和沈月娜等口是心非的小人，大多数的人都不过是被娇宠坏了的孩子罢了。而这些娇宠着养大的少年少女，在未来不过10几年时间，便会领略到命运的残酷。见他不说话，冯安宁有些不满，道：“你是在故意无视我吗？沈庙，你今日这般刻苦，莫不是为了1月后的校验吧？听你姐姐说，你可想趁着校验出风头，好让别人看见你到底是孩子。刚才听了裴秀才的话，这会儿便不把爱慕定王的一套说出来了。校验？”沈庙挑了挑眉，